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我手上这个充电器很多朋友应该都没见过，这个是咱们一个铁粉建议我做的一个评测拆解。这是一个英规的华为的90瓦充电器，这东西在我们国内不好用，就是因为这个插头跟我们国标不符合，它需要转接头才可以用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很小众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这个质量绝对比国内的要好很多，不用我多说，懂的人都懂。咱们话不多说，这个视频就是测试它。我们撕掉外面的塑料包装。充电器的宽度是59-60毫米，整体的厚度是28.5毫米。充电器连插头的高度一起是90毫米，不包括插头的话，这个充电器的高度是68毫米。咱们这一个充电器的重量直接达到193克，4两的重量啊！所以说这个充电器内部的用料那绝对是很足的。这是充电器的面板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有华为的生产信息 ，Made in China， 中国制造。然后这边是它的规格信息，输入的话是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，输出的话最高功率90瓦。然后这边是它的认证信息，这一个是欧盟的 CE 认证，这是英国的 UKCA 认证，这一个是新加坡的安全认证。这3种认证规格都是非常高的啊！一个电子产品能够拿到这些认证的标识，就证明这个电子产品的质量是非常过关的。这个是充电器的 Type-C 接口，内部舌片为白色，这里有一个90瓦的标识，华为的充电器标识，支持笔记本电脑和手机。华为的充电器它都是有2个握手的位置，这边和这边都有。插头的话就是英规的插头，这个要拔出来才可以使用的。我们外观看完了，我们就直接进入测试部分。这充电器用的话就需要这种转接头才可以用的。首先的话，我们来看看它充电口的快充协议。它支持的协议是华为 FCP 的5伏、9伏 ，SCP 档位的3.4至21伏的90瓦 ，QC 2.0 的5伏、9伏 ，PD 3.0 的90瓦，还有 PPS 3.4至15伏的5安，3.4至21伏的4.5安。也就是最高90瓦的功率。我实际充电测试的话，我们就是用了这一根240瓦的一个公版的 C2C 的数据线。A2C 的线的话，我们都是用的各个品牌的原装的 A2C 的线。多口充电器的话，我们要测试它一个最大的一个充电口的实际充电功率，我们就是用这2种线来测试的。咱们这个小米手机显示的正在快速充电，实际功率在15瓦左右。我们采集一下数据。这个红米手机充了1个半小时了啊！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一直就是15瓦的功率，一直充到90%，它才开始降功率，电压一直没变，都是9伏的电压。然后15瓦的功率的话，它的温度不高，最高温度24.6度。另外一点就是啊，这个充电器如果是用小米的高功率的手机来充的话，120瓦的机型充电的话，它可以激活 PD 3.0 的30瓦的功率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际功率26瓦，如果是67瓦的手机的话，它就只能用15瓦的功率，120瓦的功率的话，它就可以翻1倍的功率，大概就是30瓦左右。华为系列的手机充电测试，咱们就用这个荣耀90，这个手机是支持高功率的66瓦以上的啊，插上去直接显示超级快充 Max 50瓦。这个荣耀90充电耗时55分钟，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最高功率36瓦左右，持续了大概7分钟，然后降为32瓦左右的功率，持续了7分钟，然后又降功率，降到25瓦的功率，大概充了3-4分钟，然后降到21瓦的功率，大概持续了8分钟、9分钟左右，电就充到80%，逐渐的降功率，一直到电充满，充电电压一直就是维持在9伏，充电速度还是挺快的。然后它的最高温度的话，大家看一下33.6度，这个充电器温度控制的非常好啊，接近40瓦的功率，它的温度最高也只有30多度。OPPO 系列的手机充电测试，用这个真我的 GT5 来测试。这个手机现在还有33%的电，显示的正在快速充电，功率在17瓦左右。这个手机充电耗时1小时10分钟左右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，全程17瓦的功率，
直接冲到90%，开始慢慢的降功率，电压一直维持在9伏不变，最高温度是在30.9度，这个温度控制的也非常好啊。还是一样的啊 ，vivo 系列的用这个 iQOO 手机，只是显示的正在充电，只要不显示快充的，我们就直接 pass。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，咱们用这个12 Pro 来测试。现在这个手机还有30%的电，咱们直接把电充满，采集一下数据。这个手机充电快1个小时了啊，充了88个电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，开始的时候是9瓦的功率。大概持续了5分钟，然后涨到15瓦左右的功率，大概充了7分钟左右，15瓦的功率，然后呈坡形下降，降到10瓦左右的功率，大概充了9分钟左右，然后又降功率，降到7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几分钟时间就充到80%，它就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，在涓流充电。这个充苹果手机它的温度非常低的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曲线，最高也就24.6度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充电器的功率直接拉到最大功率，满功率负载1个小时左右，我们看看它的最高温度能够飙到多少。90瓦的功率，实际输出84.9瓦，也就是85瓦左右，这个是真实的功率啊。持续运行了1个半小时，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能量是很足的。温度的话，它的最高温度一直在57度左右徘徊。我们这个充电站从没有电充到70%几，这个已经是算是很快的速度了啊！最高温度57度左右徘徊。快充部分的测试都测试完了，咱们现在就是测试这个充电器的最关键的数据，就是它的交流纹波输出的情况怎么样。我们来看一下5个档位的空载和负载纹波。这个充电器的5伏空载纹波大概就是70-80毫伏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字，它的5伏3安基础功率，它的纹波的话大概就是40毫伏的样子，很稳定的纹波40毫伏。9伏的空载纹波也是70毫伏，9伏3安27瓦的功率，它的纹波是60-70毫伏。12伏的空载纹波一样的啊，没变，还是70毫伏。12伏3安36瓦的功率，它的纹波60毫伏。15伏的空载纹波还是没变啊，也是70毫伏。15伏3安45瓦的功率，它的纹波也就是60毫伏的样子。20伏的空载纹波还是没变，也就是60-70毫伏，波形都是一样的。20伏4.5安90瓦的满功率，纹波50毫伏的样子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纹波控制也是非常好的水平了啊。90瓦的满功率，50毫伏的纹波输出，这样一个沉甸甸的4两重的充电器，所有的数据测试下来，大家觉得这个充电器的质量怎么样？满功率90瓦的功率，最高温度也就57度，我们室内温度14度左右。然后就是它的纹波的话非常稳定，所有的空载纹波都是60-70毫伏，然后负载纹波功率越高，它的纹波反而就越低。这个是这个充电器的测试的那些数据。然后我们下一期视频就是把它拆解开，让大家看看一个在欧洲销售的一个充电头，它内部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。下一期视频咱们就是拆解它。